家政阿姨的一次迟到，让我发现了老公的秘密。太太，真对不起，晚饭还没做好，您别怪我。但这次确实没办法，我在楼下等了半个多小时都没人刷卡进来，给顾先生打电话也没人接，这才迟到了。王阿姨，我不是让顾言把门禁卡给你了吗？门禁卡？顾先生从来没给过我卡呀。从来没给过？是啊，这1个月来，我都是趁着有别的住户开门赶紧跟进来，或者给顾先生打电话，他帮我开门。今天顾先生一直不接电话，我在楼下干着急。那就奇怪了，明明这1个月来，大门电子锁里有那张备用卡的刷卡记录啊。这套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大平层，我工作忙又经常出差，特意请了王阿姨来做晚饭和打扫卫生。当时家里正好剩一张备用的门禁卡，我亲手交给了老公顾言。明天阿姨来施工，你把这卡给她，方便她进出。放心吧，老婆，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可直到今天，那张卡都不在王阿姨手里。我登录了电子锁 App， 上面显示这1个月来有17次那张门禁卡的刷卡记录，但我和顾言都是指纹解锁，所以那张卡在谁手里？思索间，门开了，是顾言回来了。老公，今天王阿姨迟到了，说是没门禁卡进不来。我1个月前不是就让你给她了吗？我状似随意的开口询问，正在解领带的顾言手一顿，干笑一声。那阵子我太忙了，可能给忙忘了，不知道随手塞哪儿了。我找找吧，找到了立马给他。没事儿，找不到就算了。我明天去物业挂失吧，顺便补办一张，不然阿姨进出太不方便了。别！我的意思是，几百块钱补卡费呢，没必要浪费，肯定就在家里哪个角落。我这2天仔细找找，一定能找得到。你工作那么忙，好不容易下班回来，就别为这种小事操心了。你看你，这几天又焦虑了吧？脸色都不太好了。有吗？有啊，你以前脸肉嘟嘟的，脸色多红润啊，像个年画娃娃似的。被他这么嬉皮笑脸一打岔，我也就没再管门禁卡的事儿。但我心里总不踏实。晚上趁他去洗澡时，我拿起了他的手机，密码没变，还是我的生日。微信里干干净净，没有可疑的聊天记录，连朋友圈都设置了3天可见。我又点开了购物软件，在订单列表里翻了翻，全是些日常用品。直到我点开了订单回回键，在一堆被删除的订单里，我看到了1周前购买的一条项链，收货地址是他公司，收件人写着林婉熙。那是他公司新来的实习生，上次公司聚会我还见过一面。女孩看着怯生生的，一口一个嫂子，叫得格外甜。嫂子你好，我叫林婉熙，嫂子你真好看。之夏，这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工作挺认真的。我把手机放回原位，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对了，你们公司那个实习生林婉熙最近怎么样？她上个月进步神速，我奖励了她一条项链。她没有半头心虚，我的疑虑打消了一半。顾言确实会经常买东西奖励下属。睡吧，明天你还得早起。第2天一到公司，我就打开手机，连上了家里的备用监控。这个监控是我半年前为了看猫装的，位置很隐蔽，藏在客厅书架的一排书后面，正对着沙发和玄关。后来猫送回我妈家养了，这监控我就一直没开过。顾言也早就忘了它的存在。昨晚趁他睡着，我悄悄给监控插上了电，连上了网。监控里家里静悄悄的，什么异常都没有。一连查看了3天，我都没在监控里发现什么可疑之处。难道是我多虑了？也许那个项链只是作为奖励送给下属的。潜意识里，我还是不想怀疑那个睡在我枕边7年的男人出轨了。周5下午，公司临时安排我去林氏出差，我提前2小时下班回家收拾行李。推开门，却发现顾言正在浴室洗澡。平时他都是晚上睡前才洗澡，这个点洗澡有点奇怪。老婆，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临时出差回来拿几件衣服。顾言围着浴巾出来，看到我时脸上闪过一丝惊慌，但很快掩饰了下去。我一边说着，一边走进浴室，随手拿起了一瓶乳液。刚拿起来，我就明显感觉瓶子轻了很多。透过光线照射，明明几天前还有大半瓶，怎么突然就见底了？我心里的那块石头再度旋起，但我什么都没问，只是默默地收拾好行李。老婆辛苦了，我送你去地库，
出门的时候，顾言表现得格外殷勤，他帮我提着箱子，脸上挂着体贴的笑，仿佛真的是个24孝好老公。到了林氏的酒店，已经是晚上9点，我顾不上洗漱，再次打开了家里的监控软件，画面加载出来，顾言正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看起来很百无聊赖。我盯着屏幕看了10几分钟，就在我准备关掉睡觉的时候，门口传来了动静，滴的一声轻响，那是电子锁被刷开的声音。门开了，一个穿着短裙的身影熟门熟路地走了进来，竟是林婉熙，而他手里拿着的正是家里丢失的门禁卡。顾言从沙发上弹了起来，脸上露出了我很久没见过的宠溺。林婉熙熟门熟路的就像回自己家一样，就连换鞋都不是穿客用拖鞋，而是我的那双粉色的真丝居家拖鞋，那是顾言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平时都舍不得穿。言哥哥，林婉熙甜腻地叫了一声，直接扑进了顾言怀里。顾言搂着她的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小妖精，怎么才来？想死我了。哎呀，人家要化妆呢。反正那个黄脸婆1个星期后才回来，有的是时间。那这一周，老子可要好好收拾你了。顾言一把抱起林婉之，大笑着进到了我的卧室里。我死死盯着手机屏幕，指甲几乎要把掌心掐出血来。他居然真的出轨了！我下意识想打电话质问顾言，刚找出他的号码要点拨号键时，我的手指停住了。骂了他也只会打草惊蛇，还给了他们善后的时间，绝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们。接下来的几天，出差变得无比漫长。我白天强撑着精神处理工作，晚上就躲在酒店房间里盯着监控自虐。那个林婉熙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穿着我的睡衣，用着我的护肤品，甚至还在我的床上和我的老公翻云覆雨。最恶心的是，林婉熙用脚插进了我的那罐几千块的身体乳里，用脚去挖里面的乳液来扶脚。顾言就在一旁看着，不但不阻止，还笑着帮他按摩脚底。看到这一幕，我冲进卫生间干呕了好几下，洗了把冷水脸，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苍白的自己，我的眼神逐渐变得狠厉。既然你这么不要脸，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我把这几天的监控视频全部下载保存，备份到了云端，然后我拨通了律师的电话。李律师，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我要让他净身出户。挂了电话，我看了看日历，明天就是我的生日。本来顾源说要给我过生日，现在看来他早就忘了。既然如此，那我就自己给自己安排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吧。我把工作压缩在5天内完成，提前订了回程的票，然后我又群发了3条消息。爸妈，这周6是我生日，顾言想在家里办了个聚会，邀请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第1条是发给我的父母和公婆，第2条发给了顾言那几个好哥们儿，以及他的同事，也是林婉熙在公司的几个死对头。周6上午10点，顾言家聚会，有好酒好菜，大家一起来玩啊。最后1条发给了物业经理，周6上午我要对家里的安防系统进行升级，麻烦带2个保安师傅在门口搬东西。所有人都开心地答应了。隔天一早，我下了飞机，直奔家里。监控里，那2个人还腻腻哑哑地赖在床上。宝贝，醒醒，饿不饿？我点个外卖。不想动。严哥哥，你去做嘛，我想吃你煮的面。好好，老公给你做。9点50，门铃响了。顾言正在厨房煮面，听到门铃声，吓了一跳。谁啊？是不是外卖啊？怎么这么快？我去看看。好戏开场了。顾言关了火，穿着大裤衩，光着膀子走到玄关。他透过猫眼往外看了一眼，瞬间魂飞魄散。门外乌泱泱站着10几号人，有说有笑。怎么回事？他们怎么来了？怎么了，严哥哥？谁来了？快躲起来！我爸妈和我朋友都来了，还有一堆人。什么？那怎么办？我往哪儿躲？进卧室，锁上门。
千万别出声。顾言把林婉熙推进主卧，甚至来不及收拾客厅里那些暧昧的痕迹，门铃声越来越急促。小妍，开门啊！怎么半天不开门？这孩子是不是还在睡懒觉？快穿衣服，躲起来！就在顾言满头大汗，不知道该不该开门的时候，我从电梯里走了出来。爸妈，你们怎么都在门口站着？顾言呢？怎么不开门？不知道啊，这孩子磨磨蹭蹭的，这下来了就好了。我伸手指纹解锁，咔嗒一声，门锁开了。门刚打开一半，就被冲过来的顾言挡住。老婆，你怎么回来了？尽管他强装镇定，但声音还是抖个不停。我为了给你个惊喜，提前赶回来了呀。不是，那个家里太乱了，真的太乱了。你给我10分钟，不5分钟，我收拾一下。收拾什么呀？都是自家人，怕什么乱？就是啊，老顾，你别是着急藏好酒好烟，不让我们找到吧？就是，严哥有啥好藏的？快开门吧！开门！顾言的兄弟也在外面起哄，顾言一个人哪里顶得住这么多人的力量？砰的一声，门开了。顾言狼狈地跌坐在地上，光着上半身，只穿了一条大裤衩。所有人都涌了进去，客厅里一片狼藉。沙发上扔着林婉熙的丝袜，茶几上摆着没吃完的零食和红酒杯，地上还有散落的纸巾。这什么味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奢靡味道。天哪！家里遭贼了吗？没有遭贼，昨天我一个人喝酒喝多了，就没来得及收拾。一个人喝酒？我冷笑一声，走到沙发旁，拎起了一件黑色的蕾丝情趣内衣。我把那件布料少得可怜的内衣举到顾言面前，看着他冷汗直流的脸。老公，你一个人喝酒，还有穿这个的癖好？全场死一般的寂静，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件内衣上，又看向顾言。顾言的脸涨成了猪肝色。那是给你买的礼物，我想给你个惊喜。哦，给我的？这尺码是 C， 我是 B， 你跟我结婚3年，连这都不知道。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这时，主卧里传来一声异响，里面有人。我爸沉着脸，语气很不好。没有，绝对没有，那是猫，对，是野猫跑进去了。野猫？我冷笑一声，对门口的保安使了个眼色。那就请保安师傅帮我抓抓这只野猫。2个保安立刻上前，一把就将顾言拉开了。砰的一声，卧室门被踹开。然而，预想中的尖叫声并没有传来。咦？房间里虽然有些乱，人呢？但床上空空荡荡，一眼望去，竟然真的没有人。顾言愣了一下，随即挺直了腰杆。刚才的慌乱一扫而空。林之夏，你闹够了没有？我都说了没人，你看人呢？哪里有人？爸妈，你们都看到了吧？之夏他就是工作压力太大，疑神疑鬼。他为了羞辱我，竟然带着这么多人来抄家，这日子我没法过了。哎呀，都是误会。严哥，你也是，平时也该多关心关心嫂子的。让人都没安全感了。对，你和嫂子都多少年的感情了，你好好跟嫂子说，她肯定信你的。是啊。心里没鬼，那你刚刚拦着不让开门做什么？说着，我就径直走向了那一整面墙的定制衣柜前。顾言，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我不把柜门打开，它就不存在？这么多人呢，先招待客人。有什么事儿，等晚上我好好跟你解释，行吗？惊喜！其实西西是来帮我布置生日惊喜的。我本来想把家里布置一下，给老婆一个浪漫，结果还没弄好，家里太乱了，怕你们笑话才躲起来的。是啊，嫂子，顾总说你最近工作辛苦，想让你开心一下。我只是个打工的，领导让我来帮忙，我也不敢不来啊。没想到嫂子你反应这么大，还带这么多人来。说着，他还委屈地红了眼眶，
仿佛受了天大的冤枉。这一套连招下来，把在场的人都给整懵了。我爸妈面面相觑，一脸疑惑地看着我。闺女，这是不是误会啊？误会？行，既然是惊喜，那我们就好好欣赏一下。正好，我这儿也有一段关于你们怎么布置惊喜的视频，大家一起看看吧。下一秒，巨大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不堪入目的一幕。刚才还巧舌如簧的林婉熙瞬间脸色惨白，捂着脸就要往外跑，但被保安机智地拦住了。再看顾妍，脸色涨红，拳头捏得死紧。老婆，我错了，我是一时糊涂，是他勾引我的，我心里只有你啊！求求你，看在这么多年夫妻的份上，原谅我这一次吧。我没说话，想把自己的手抽出来，抽不动。而婆婆见自己儿子这么卑微，则心疼坏了。男人哪有不犯错的？他都认错了，你还要怎么样？儿媳妇，你也是个读书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家丑不可外扬，你把这种视频放给外人看，你让我们老顾家的脸往哪儿搁？可笑了，干坏事的是他，丢脸的也是他，到头来还成我的错了。脸？你们还有脸吗？从他把人带回家的那一刻起，这脸就是他自己不要的。烂裤裆的玩意儿，敢做不敢当，那就别活了。这下再没人敢替顾妍说好话了。你又是什么好东西？背着我在家里装监控，你是变态吗？控制欲这么强？今天叫这么多人过来，也是你早就计划好了吧？摊上你这么个蛇蝎心肠的老婆，算我倒霉。顾妍，你真是无可救药，这一嗓子把在场的人都吼懵了。婆婆也硬气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嚎。哎呦喂，大家评评理呀！哪有老婆在家装监控监视老公的？这是把老公当犯人审啊！这日子没法过了。看着这对母子倒打一耙的表演，我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想笑。顾妍，这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户主是我在我自己家装监控防贼有什么问题？倒是你把不三不四的人带进我家，经过我同意了吗？我是你老公，这房子我就有一半的使用权。关掉，把视频给我关掉。行，林之夏，你今天非要撕破脸是吧？是，我是出轨了。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怎么了？那还不是被你逼的？你看看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工作赚钱，回到家冷冰冰的像块木头。我是个男人，我需要温柔，需要体贴。西西比你好10000倍，我出轨是因为在你这儿得不到温暖。我爸气得手都在抖。混账东西，吃软饭还吃出优越感来了！之下不工作赚钱，你喝西北风了？你敢打我？好，既然脸都撕破了，这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离婚可以，这房子现在的市值是1500万，我要分一半，还有家里的车、存款都要平分。想得美！你1分钱没出，凭什么分房子？就是啊，凭我是他合法丈夫，凭我在这个家忍了他3年。不给钱？行啊，那我就不离，我就把林婉熙接进来住，反正我有门禁卡，我看咱们谁耗得过谁。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林之夏你是高管，你要脸，我不要脸。原来这才是他的真面目，软饭硬吃，无赖至极。就连他那些兄弟看他的眼神都带上了嫌弃。听到要分钱，林婉熙也不装死了，理了理头发，矫揉造作的靠在门框上。就是啊，姐姐，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严哥哥早就受够你了，你要是识相，就赶紧把钱分了，别闹得太难看。看着这对极品，我突然笑了，笑得很大声。笑什么笑？疯了！顾妍，你是不是觉得我今天叫这么多人来，仅仅是为了抓奸？你想分财产？好啊，那我们先来算算这笔账。首先，这套房子是我婚前全款做了公证，跟你有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想赖着不走，非法侵入住宅罪了解一下。对，就该这样。其次，你所谓的兼职剧本创作，其实是网络赌博吧？你胡说什么？胡说！
这1年里，你以投资剧本、打点关系为由，从我这里拿走了200万。实际上，这些钱全部流向了境外的赌博网站账号，还有一部分转给了林婉熙，备注是生活费。根据法律规定，一方在婚内将夫妻共同财产用于赌博等非法活动，或者无偿赠与第三者，活该。离婚时不仅要少分或者不分财产，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你为了还赌债，上周是不是在联系那个叫强哥的高利贷？你甚至把我的身份证信息、公司公章的复验件都发给了对方，想用我的名义做担保借高利贷。儿子，你借高利贷了？这是诈骗，是伪造企业公章罪。顾言，原本出轨只是民事纠纷，但这件事儿是刑事案件，只要把这个 U 盘交给警察，你猜你要进去蹲几年？老婆，不，林总，我错了，我真的没敢借，我只是问问，我没盖章，求你别报警，报警我就完了。我妈一个人年纪大了受不了刺激啊。现在知道后悔了。刚才你还要分我房子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爸妈会不会受刺激？一旁的林婉熙见势不妙，眼珠子一转，立刻想要撇清关系。顾言，你居然赌博，你还骗我说你是富二代，你这个骗子！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根本不知道他结婚了，我也是受害者，我走了。我走了。站住！苏小姐，刚才顾言给你转账的18万属于我的婚内财产，我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你的银行卡应该已经被冻结了。还有，既然你们是真爱，那他的赌债你也分担点吧。毕竟他跟我说，那些钱是为了给你买包才去赌的。你放屁！顾言，你个王八蛋，你害死我了！把钱还给我，把青春还给我！你个臭婊子，好处你没拿吗？别打了，别打了！我的腰啊，打死人了！喂110吗？我要报警，有人在我家聚众斗殴，还有人涉嫌伪造公章诈骗。警察来得很快，我不去，我不去！顾言、林婉熙还有撒泼打滚的婆婆都被带走了。因为涉及到伪造公章未遂和巨额赌资流向，顾言被刑事拘留。虽然最后因为没有造成实际损失，可能判不了太重，但他的档案上有了污点，这辈子算是毁。至于林婉熙，因为涉嫌收受非法所得，不仅要退还那18万，还因为在派出所大闹抓伤民警，被行政拘留了15天。处理完所有笔录回到家，已经是深夜，家里一片狼藉，空气中还残留着那股令人作呕的香水味和血腥味。我站在客厅中央，看着这个我曾经用心布置的家，只觉得无比疲惫。太太，我听说出事了，就赶紧过来看看。哎呀，这杀千刀的，怎么把家糟蹋成这样？太太，您歇着，我来收拾。阿姨别收拾了。没事，太太，我收拾得快，一会儿就干净了。这房子脏了，我不住了。第二天，我联系了中介，把这套房子挂牌出售。虽然是急售，但因为地段好，很快就卖出去了。我带着卖房款和这几年存下的积蓄，买了一套更大的复式楼，离公司更近，安保更好。搬家之后，我给自己放了1个星期的假，不是逃避，是需要。7年来第一次不用赶着回家做饭，不用等一个醉醺醺的人回来，不用在周末替他应付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烂摊子。我睡到自然醒，拉开窗帘，整个城市在脚下铺展开来。王阿姨依然每天准时来，用那张被我郑重交付的门禁卡刷卡上楼。她真的把卡缝在了外套内衬里，每次刷卡都要掏出来亮一下，像是某种仪式。我笑她夸张，她却很认真。太太，人在卡在，这回错不了。一切都尘埃落定了。顾言被判了2年缓刑，回了老家，被婆婆严密看管。林婉熙退还了18万，回了老家，嫁了个开超市的，据说日子过得鸡飞狗跳。我把旧房子卖了，换了这套复式楼，离公司更近，安保更好。
落地窗外能看到整个城市的夜景。我以为这就是结局了，直到那天深夜，我处理完最后一份文件，合上电脑，站在落地窗前喝一杯温水。35岁生日刚过，眼角的细纹开始藏不住了，但镜子里的那张脸反而比30岁时更松弛了些，没有了需要讨好的人，眉心的结就自己松开了。窗外的城市安静下来，万家灯火渐次熄灭。我把杯子放下的时候，一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我想要一个孩子，不是突然的冲动，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落进了土里。在那些独自入睡的深夜，在周末一个人逛超市的时候，在路过幼儿园听见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时，悄悄生了根。我想要一个孩子，一个和我血脉相连，只属于我的孩子，不是为了顾妍，不是为了任何男人，不是为了完整的家庭这种骗人的鬼话，是为了我自己。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了很久。我已经35岁了，卵巢功能在走下坡路，如果要做就不能拖。经济上我没有顾虑，这套房子全款，存款足够，公司年底还有一笔分红。时间和精力上，我可以调整工作节奏，请王阿姨全天住家帮忙，爸妈也离得不远。我不是一时兴起，32岁嫁给顾妍之前，我的人生每一步都走得清醒克制，唯独婚姻这件事，我闭着眼跳进了一个火坑。但孩子不一样，孩子是我自己选的，是我想要的生命，不是谁来塞给我的。第二天一早，我拨通了李律师的电话。李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单身女性生育的法律问题。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李律师干了大半辈子婚姻家事案子，什么样的开场白都听过，大概只有这句让他愣了一下，但他什么都没问，只是说，你说接下来的1周，我查了大量资料，国内的政策、正规精子库的申请流程、辅助生殖的技术方案，单身母亲在落户和入学方面的实际操作，我把这些信息整理成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像做公司尽调一样，一条一条的过。然后我挂了北城最权威的生殖医学中心的专家号，第一次去是我妈陪我去的。我在候诊区填表的时候，我妈坐在旁边一声不吭。表格上有一栏婚姻状况，我勾了离异，旁边一栏配偶信息，我空着。我妈看了一眼，没说话。叫到我的号的时候，她忽然拉住我的手，闺女，妈陪你去。诊室里，女主任医师50多岁，戴金丝眼镜，说话干脆利落。她翻了我的检查报告，又看了看我的年龄，点点头。35岁 ，AMH 值还可以，卵巢储备比同龄人好一些。如果你想做，建议尽快启动。共经者怎么选？我问。她调出系统里的共经者档案库，把屏幕转向我。没有照片，只有编号和基本资料，身高、体重、学历、血型、家族病史、兴趣爱好、国籍、民族、血型、身高、学历、单双眼皮、是否卷舌，这些都可以筛选。他顿了顿，但我建议你不要选太多条件，核心指标锁定健康和教育背景就够了。我看着屏幕上那一排排编号，忽然有些恍惚，这比选房子选车都简单。没有中介，没有销售，没有婆媳关系，没有抓奸现场，只有一串冰冷的编号。但在这串编号背后，是一个会在我身体里生长，会叫我妈妈的生命。我能想几天吗？我说，可以，但不要想太久。主任医师摘下眼镜，看着我的眼睛。35岁，每一天都很宝贵。从诊室出来，我妈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孕妇和抱着婴儿的女人。妈，你当年生我的时候害怕吗？我妈想了想说，怕你长不大，怕你生病，怕你以后遇人不淑。她转头看我，你看，最后这条还真怕对了。我笑了，她也笑了，但妈从来没后悔生过你。她站起来拍了拍我的手背，走吧，回家。你爸炖了排骨汤。那天晚上我做了决定，我在共经者档案库里选了一个编号 XH03726， 身高1.78米，硕士学历，血型 O 型，家族无遗传病史，爱好阅读和游泳。资料上有一栏共经者自述，只有短短几行字。我来自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开明温和。我希望帮助一个期待成为母亲的人实现愿望。就他了，不是因为他多优秀，是因为这段话让我想起我爸。
接下来的流程比我想象中顺利，促排卵、取卵、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每一个步骤都像闯关。我打了将近2周的促排针，肚皮上密密麻麻的针眼，王阿姨看了直掉眼泪。我说没事，就当被蚊子咬了。移植那天，我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无影灯。医生问我紧张吗？有一点，正常的。他操作着手里的器械，语气温和，放轻松，很快就好了。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胚胎被送进我身体的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感觉到，但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医生递过来一张纸巾，是好的眼泪。我说，移植后第9天，我在公司开会的时候，忽然感觉胸口发闷，跑去卫生间吐了一通。第2天早上，验孕棒上出现了2道杠，我站在浴室里，盯着那2道红线看了很久。晨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洗手台上，落在我握着验孕棒的微微发抖的手上。我给妈妈打了电话，妈，2道杠。电话那头安静了3秒钟，然后是我妈压抑着哭腔的声音，好，妈，这就去买老母鸡。我爸接过电话，声音很稳，闺女，爸给你熬汤。但我听出来，他也在哭。女儿出生在来年6月，一个下着绵绵细雨的清晨，我给她取名林雨安，给予的予，平安的安。她跟我的姓，户口落在我的房子上，出生证明上，父亲那一栏写着吴，不是空白，是吴。这是李律师提前帮我和医院确认过的单身女性通过辅助生殖生育的子女，父亲栏可以写吴，不影响落户和入学。于安出生的那一刻，护士把她擦干净放在我胸口，她皱巴巴的，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小手攥成拳头，贴在我的心口上。我低头看着她，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从自己的肋骨里造出来的人。她不是顾言的孩子，不是任何男人的孩子，她是我的，从始至终完完整整只属于我。王阿姨比谁都忙，每天变着花样给我煲汤下奶，把家里的婴儿用品洗了又洗，晒了又晒。她说她带了20多年孩子，没见过这么乖的，像您太太，安安静静的，有福气。我妈每天都来，抱着于安不撒手，一口一个外婆的小棉袄。我爸更夸张，把书房腾出来一半堆婴儿用品，还专门去买了一本0到3岁婴幼儿早教指南，带着老花镜一页一页的看。我靠在床头，看着这一屋子人围着一个小小的婴儿转，忽然觉得所有的纠结和忐忑都有了答案。于安不是谁的替代品，不是婚姻的副产品，不是完整人生的凑数项，他是我主动选择的生命。于安3个月的时候，我回了公司，公司给我配了一间带休息室的办公室，允许我每天提前1小时下班。老周说这是公司对骨干员工的正常关照，但我知道他在背后出了多少力。我给他送了2瓶好酒，他收了，回了我1罐老家寄来的蜂蜜。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于安会翻身了，会坐了，会爬了，会叫妈妈了。他第一次叫妈妈的那天晚上，我挂了视频电话给我妈，2个人在电话两端哭成了泪人。于安1岁的时候，抓周抓了一本书和一支笔，我妈笑得合不拢嘴，说以后准是个读书的料。王阿姨在旁边直抹眼泪，说这孩子有福气。于安2岁的时候，我开始重新考虑一件事，不是结婚，不是找一个人来完整家庭，是我准备好了去遇见一个新的人，不是为了给予安找爸爸，是为了给我自己找一个可以并肩走路的人，不是因为需要，是因为想要。他叫沈度，是我们公司新合作的设计工作室的创始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项目对接会上，他穿着藏蓝色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拿着一沓设计稿讲方案。讲的什么我其实没太认真听，因为雨安昨晚有点低烧，我几乎一夜没睡。会后他主动走过来，递了一张名片，林总，方案里有个细节我想再确认一下，方便加个微信吗？后来他跟我说，那天根本没有什么需要确认的细节，你坐在那里明明困得眼皮都在打架，还强撑着点头做笔记，笔记本上画的全是歪歪扭扭的圆圈。我翻出那天的笔记本，果然整整3页的圆圈。沈度比我小5岁，未婚，工作室做得不大，但口碑很好。我们因为项目见过几次面，后来项目结束了，
他依然隔三差五地发消息过来，不越界，不油腻，就分享一些日常路边遇到的猫、新发现的小馆子、深夜加班时窗外的月亮。我开始会在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拍一张窗外的夜景发给他，他会回一个辛苦了的表情包，然后发来一杯虚拟的咖啡。我们就这样聊了大半年，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纸。直到雨安3岁生日那天，我在家里给雨安办了个小小的生日会，爸妈、王阿姨还有雨安幼儿园的几个小朋友和家长都来了。雨安顶着一脑袋卷卷的头发，像个小公主一样接受大家的祝福。门铃响了，我去开门，沈度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你怎么来了？听周总说今天是你女儿生日，她难得有些局促，我给她买了个礼物，可以进来吗？我侧身让她进门，雨安看到她，歪着脑袋打量了几秒钟，然后噔噔噔跑过来，仰起头大声问：你是谁呀？沈度蹲下来，把礼物递给她。我叫沈度，是你妈妈的朋友。雨安接过礼物，回头冲我喊：妈妈，这个叔叔好帅。满屋子的人都笑了。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雨安也睡了，沈度还没走，帮我在厨房洗碗。林之夏，他突然叫我的全名。雨安的事我知道。我的手停了一下，周总跟我说过一些，剩下的我自己也能猜到。他把最后一个碗放进沥水架，转过身看着我：你不用解释，也不用觉得需要交代什么，那些是你的人生，不是你的履历。水龙头关掉了，厨房安静的只剩下冰箱的低鸣声。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在。他擦干手，把袖子放下来。不着急，我有的是时间。走到玄关的时候，他把那张访客卡放在了托盘里，托盘里还有2张卡，王阿姨的那张缝着内衬，贴着人在卡在的标签，我的那张边角磨得微微发白。他拉开门，回头看了我一眼：林之夏，晚安。门关上了，我站在玄关里，看着托盘里并排躺着的3张门禁卡，一张写着人在卡在，一张什么都没写，一张刚刚开始有温度。我拿起手机给沈度发了一条消息：下周雨安幼儿园有亲子运动会，需要2个家长参加，你要不要一起？他秒回要。又追了一条：我需要准备什么吗？又追了一条：雨安喜欢什么颜色？又追了一条：我能带相机吗？我站在玄关里，看着屏幕上接连蹦出来的消息，笑了。雨安在卧室里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妈妈。我走进去，俯身亲了亲她的额头，妈妈在。她安心地又睡着了，小手攥着我的衣角，像出生那天攥成拳头贴在我心口上一样。窗外，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正在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我的手机又亮了一下，是沈度的第5条消息。忘了说，林之夏，晚安。我回了一个字，好。这一次门禁卡刷开的是一扇通往余生的门，一扇我自己选的、自己打开的干干净净的门。